抗美援朝胜利在望，毛主席为什么还密令24万大军入朝？1953年7月，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，至此，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。其实早在协定签署前，战场态势就已进入僵持阶段，美军在正面战场占不到便宜，志愿军跨过38线后，也因补给线拉长而难以扩大战果，所以从1951年8月起，双方基本就在38线附近拉锯，一边打一边谈。可就在谈判紧锣密鼓进行时，毛主席却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的事儿，他秘密调遣24万志愿军再次入朝，就连前线总指挥彭老总起初也没有完全看透其中的深意，直到不久后，朝鲜战争第3阶段战役打响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毛主席这是未雨绸缪，早把对手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李承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挑事儿呢？原因不复杂，一来南韩军队在整个战争中表现实在拉胯，前期被朝鲜人民军打得溃不成军，后期靠美军撑腰也没有打出什么像样的战绩。李承晚心里急呀，仗打完了他还是那个笑话，必须抓住机会证明自己。二来，他手里刚换装了大批美式装备，自认为鸟枪换炮，战斗力已经脱胎换骨，他想赌一把，万一顶住了志愿军的攻势，不仅能在美国的面前邀功请赏，还能争取更多的援助。说到底，就是既想挽回颜面，又想赌国运。可这些小算盘早被毛主席料到了。事实上，毛主席密令24万大军入朝，并非专门冲着李承晚去的，而是一种战略上的常规准备。多年的革命战争生涯，让中央深知一条铁律：谈判桌上能不能占主动，全看战场上能不能把对手打疼。这话放到朝鲜战场同样管用，美国人已经被打服了，但李承晚还不识趣，那就连他一起收拾。毛主席直接电告彭老总，停战协议可以晚1天签，也可以晚1个月签，但必须把李承晚的部队彻底打服。1953年7月13日，金城战役打响，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打得最富裕的一仗。炮火覆盖整整31分钟后，南韩军队的外围防线便被撕得粉碎。不到1天，金城外围的2万守军基本报销。此役志愿军以碾压式的火力重创，南韩部队一共歼敌俘虏5万余人，李承晚引以为傲的王牌部队被彻底打残。后来美军仓促增援，才勉强挡住了志愿军进一步扩大战果的步伐，但南韩军队已被打出了心理阴影，许多参战老兵晚年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。只要听到志愿军的冲锋号，漫山遍野都是不要命扑上来的中国军人，那场景像噩梦一样。经此一仗，李承晚虽然嘴上还硬，不肯在停战协定上签字，可他手下已无可战之兵，再折腾也翻不起浪了。中美双方正式签署停战条约，抗美援朝战争画上了句号。回过头看，毛主席那24万大军的秘密调动，看似多此一举，实则是吃透了对手，看透了战场后的深谋远虑，仗可以停，但主动权必须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这就是伟人的战略眼光，也是志愿军最终赢得尊重和和平的根本所在。